9日，法国娇兰官方一条公告，把宋威龙和赵今麦的名字同时打在了同一张海报上，一个升任彩妆代言人，一个升任护肤代言人，配合情人节物料一起发布，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商业合作，对吧？但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追这两个人的动态，你会发现这条公告根本不是开始，而是一连串事件里最新的一环，一环扣一环，密集到让人没法不多想。先说赵今麦，这个名字很多人是从小看到大的。2002年出生在沈阳，8岁就开始拍戏，《巴啦啦小魔仙》里的林美琪是不少90后、00后的童年记忆。后来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，专业课、文化课双双第一，这个成绩放在整个娱乐圈都不算多见。从童星走到现在，他演过《流浪地球》，演过《少年派》，也演过悬疑剧开端，戏路宽到让人意外。圈内一直有种说法，他是少数几个没有被童星标签困住的演员。再说宋威龙，1999年出生在大连，长相是那种一眼就能记住的类型，浓眉深目，五官立体。以家人之名让他被更多人认识，跟谭松韵搭戏，年龄差快10岁，演起来却毫不违和。但接下来的几年，他几乎是踩着雷过来的，韶华若锦，7根心剪，连续好几部戏反响平平，还跟老东家闹过合同纠纷，名字一度连账号都注册不了。有人说这张脸是被浪费的，直到骄阳似我找上他。这部剧改编自顾漫的同名小说，去年12月开播，今年1月11日正式收官。播出期间，热度值一路冲到3万出头，打破了腾讯视频近几年现偶剧的记录，直接挤进了平台的爆款俱乐部。剧里，宋威龙演林宇森，一个放弃了医生身份转行经商的男人；赵今麦演聂西光，剧组给他起的小名叫西瓜，一个看起来大小姐脾气，其实拼命努力的能源公司继承人。短短10几天，宋威龙就涨粉过100万，被不少人称作现偶剧男主的天花板。谁也没想到，这部剧带来的不只是两个人事业的翻身。剧组杀青了，但两个人的故事好像才刚刚开始。1月13日，娇兰的一场活动上，红毯、拱门、旋转木马布置得像极了婚礼现场。宋威龙穿白色西装配黑领结，挺拔得像走出来的男主角；赵今麦穿香槟色长裙，露背设计，气质温柔又大气。上台前，宋威龙低声问了一句：“牵手吗？”赵今麦很自然地伸出手，两人十指相扣，走过那条像婚宴红毯一样的通道。台下尖叫声差点把屋顶掀了。后来网友翻出横拍的照片，说这构图专业婚礼摄影师都未必能拍出这种仪式感，干脆把它叫做官方认证婚宴图。如果只是这一件事，可能还能解释成活动效果、营销话题。但接下来的事情一件接一件，密度高到让人没法淡定。1月14日，后台花絮被爆出来，赵今麦跟宋威龙的姐姐聊得火热，两人捂着嘴笑，像多年的好朋友。而宋威龙的姐姐正好是他的随行助理，全程站在旁边，时不时偷瞄他俩在聊什么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是不是已经见家长了？1月18日，剧组庆功宴上，两个人对视的那一瞬间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镜头扫过去，谁都没忍住，弹幕里全是哭红了眼。1月19日，两人一起为剧里演他们表弟的韩浩林站台造势，互相喊着姐姐、姐夫，把戏里的称呼直接带进了现实生活。1月30日，两人合体空降李佳琦直播间，那天晚上905万人挤进直播间，半个多小时，销售额破1000万。直播里，他们还在用剧里的称呼互相打趣，西瓜、五木，配上专属手势。道具出问题时，宋威龙顺手用东北话接梗，把场子暖回来。弹幕里全是磕到了，磕到了。更早一点，剧组放出的番外篇花絮里，还有一段拥抱镜头，彩带飘下来的瞬间，宋威龙一把把赵今麦搂进怀里，两人对视着，笑得停不下来，好几次重拍都是因为眼神一碰就笑场。工作人员在监视器后面看着，都跟着笑出了声。短短不到1个月，从红毯牵手到见家人猜测，到庆功宴落泪，
再到带货破千万，这条时间线密集到让人没办法不多想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条时间线。网络上的讨论也一直没停过。剪辑党把剧里的名场面一条条扒出来，反复播放，反复回味。深扒党则盯着花絮里的细节不放，比如聂曦光私下穿的某件外套被人翻出来跟林宇森的私服撞款，立刻又被当成新一轮的证据。一个超话几乎天天都有新素材在更新。这些细节为什么这么戳人？有粉丝总结过一个词，叫龙脉风味。两人身高差了20公分，宋威龙跟赵今麦说话时总会不自觉地弯下腰，直播里他够不到的东西，他的手已经先伸过去了。这些动作很小，但堆在一起就让人觉得跟那些精心设计出来的唐晶 CP 完全不一样，不是表演出来的甜，而是下意识的照顾。这种真实感恰恰是观众最难抗拒的东西。而把这一切推到顶点的正是2月9日的官宣。法国娇兰童一天公布双重代言人名单，把商业合作和情人节物料绑在一起发布。一边是品牌方的精准算盘，一边是粉丝积攒了1个多月的期待，两件事撞在同一天，想不被解读都难。评论区告诉我，这一连串细节里，哪一个瞬间最让你觉得这俩人之间可能真的不一样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到目前为止，宋威龙和赵今麦没有任何一方对这段关系给出过官方说法，所有的解读都来自粉丝的观察和想象，而不是被证实的消息。也有比较理性的声音提到，演员之间同框同台本就是这个行业的常态，尤其是同期合作密切又同时当红的年轻演员，在颁奖礼、品牌活动这类场合露面实属正常。屏幕情侣的化学反应很容易被观众自动延伸成现实情感，这种联想终究不能直接当成恋情的证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今麦此前还跟张凌赫2度合作过《樱桃琥珀》，可惜播出成绩不如预期。对比之下，他跟宋威龙这一次的火花显得格外特别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盼着他们能有第2次合作的原因，甚至已经开始讨论下一部戏应该选什么题材才能配得上这份默契。但行业里也有一句老话，叫期待越高，落空的可能也越大。影视合作要看剧本，看档期，看投资方，粉丝的呼声再大，也不等于项目真的会推进。业内类似的2搭传闻被否认，并不少见。所以，比起一口咬定他们一定会再合作，更稳妥的说法是，观众希望看到，但能不能等到，还是个未知数。说到底，不管这份默契背后是不是爱情，有3件事是确定的。第一，这部剧实实在在地把2个人的事业都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第二，在一个套路化营销随处可见的行业里，他们之间这种没设计过的小动作反而成了最稀缺的真实，这才是观众真正在意的东西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段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局，是会迎来更明确的答案，还是继续停留在猜测里，没有人知道。但只要他们俩还在公众视野里，只要还有新的合体画面流出来，这场讨论就不会真正结束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